2025年夏天，曾经热得发烫的中美航线，如今凉得刺骨。原本该是出口商狂奔的旺季，硬生生变成了一场无声的寒冬。根据财新网报道，上海航运交易所2025年7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至美西的40尺货柜运价已暴跌至2089美元/，较1个月前下跌63%。至美东的运价也跌至4124美元/，跌幅达到41%。而就在6月初，中美刚刚宣布90天关税暂停窗口，市场信心一度暴涨。彼时运价飙升至美西5606美元/，美东6939美元/，航运公司情绪高涨，疯狂加班加点扩大运力。然而现实却给了沉重一击。大型出口商在5月底一波集中出货后，大量中小企业因窗口期短暂，成本难以回收，干脆选择放弃参与这场看似诱人的出口机会。运力激增，需求却严重不足，导致货柜空置率飙升，运价暴跌。华泰期货指出，6月中美航线运力环比增长46%，每周达到35万 TEU，7月预计进一步增至35.9万 TEU。航运公司误判市场走势，错误预估了需求回暖，结果反被市场反噬。短短1个月之间，价格从天上掉入地面。6月30日至8月3日之间，跨太平洋、亚洲至北美等航线合计取消航次48次，其中近半为中国至北美航线。马士基也警告客户重新评估出货时机，预期第3季度海运市场将更加混乱。显然，一次政策窗口并不足以重塑信心，出口信心的溃败正加速演化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更隐秘的现象正在发生，人民币正在悄悄贬值。从表面看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不大，甚至略有升值。6月25日，人民币对美元报 7.1768， 为2024年12月以来新高，比去年底升值约 1.7%。自5月以来，该汇率持续在 7.16 至 7.20 之间的狭小区间内震荡。但这种稳定掩盖了真正的汇率变化。在人民币对美元平稳的同时，人民币对大多数其他货币已悄然贬值。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 FIS 人民币汇率指数，7月1日该指数跌至 95.15， 创下自2021年1月4日以来的新低。截至最近一周，略微回升至 95.16， 但全年累计仍贬值约 6.2%， 其中对美元表面稳定，对其他货币的真实贬值幅度更为显著。扣除美元因素后，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幅度达到约 7.4% 左右，在25种货币中，对19种货币出现贬值，占比超过80%。例如，截至7月1日，人民币对欧元中间价为1欧元兑 8.4305 元，相比4月份触及的10年新低略有回升，但相较于2024年底仍贬值约 10%。与此同时，人民币对泰铢、韩元等东南亚货币同样延续持续贬值趋势。这种汇率走势并非市场自发导致，而更像是政策导向下的结构性安排。央行维稳人民币对美元，同时对其他货币进行定向贬值，目的明确，在中美关系紧张与对美出口受挫的背景下，增强对欧洲、东盟等非美市场的出口竞争力。目前对美出口持续下滑，4月同比下降 20%，5月进一步下跌约 35%， 但对欧洲与东盟的出口正逐步转强，4月对东南亚出口增长 21%，5月增长 15%， 同期对欧盟出口增长 8% 至 12%。央行通过控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，掩护人民币对欧元、日元、泰铢等货币贬值，从而拉低出口商品价格，提高在这些市场的竞争力。
这是一次隐秘的货币政策转向，是用汇率贬值换出口市场的赌注。汇率变化对出口价格的影响不可低估。以中国5月手机出口为例，出口价格同比下降 14.7%， 加上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10.2%， 欧洲进口商看到的实际价格下降幅度高达 23.4%。这种价格优势足以冲击当地产业，抢占市场份额。而这背后正是央行在操控汇率路径，用稳定对美元掩盖对其他货币的贬值，最大化出口恢复力度。高盛在研究中指出，人民币贬值 10%， 商品出口将在1个季度后增加 5%， GDP 可上升 0.75%。眼下的政策路径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演绎。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波动正在汇率系统的侧翼悄然展开。表面上的稳是为了稳住投资者情绪，避免资本流出，背后的大贬值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预谋的政策性手术，对内隐藏，对外输出。这场策略性的结构性贬值不是市场选择，而是操盘者主动选择的博弈工具。2025年，中国货币当局已逐步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不依赖市场，却可以精准影响市场的汇率工具箱。每一个交易日开始之前，人民币的定价就已经被设定好，中间价被牢牢控制在央行设定的方向上运行。一篮子货币的涨跌幅被强行灌入一个不公开的算法逆周期因子，这个不透明的变量悄然修正市场的判断，把原本的下跌变成了上涨，把波动的市场变成了静止的死水。除了中间价，还有各种深水炸弹、换汇额度限制、离岸央票、远期受汇准备金、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。表面上看，中国的汇率是浮动的，实际上，人民币的每一次跳动都在允许的轨道中机械行进。央行在有序释放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信号，而这种信号并不通过新闻发布，不通过白皮书，而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指数变化传导到市场。当人们还在以为汇率停稳的时候，财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削薄了。汇率是一个国家信用的镜子，但在2025年，这面镜子已经被烟雾遮蔽。投资者盯着对美元的稳定数字，以为一切无恙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，那些与日常消费、出行、投资直接相关的货币，欧元、日元、泰铢、韩元，正在和人民币拉开距离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汇率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，更是财富再分配的武器。海外旅行、海外留学、海淘消费、全球投资，凡是与外币挂钩的领域，都在悄然变贵。看不见的汇率剪刀，悄悄地从每一个人钱包里剪下一块价值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汇率的变化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货币贬值并不会像股市下跌那样有明显数字提示，它更像一种钝刀割肉，在生活的琐碎开支中，在投资回报的汇兑损失中，在跨境转账的汇差里慢慢消失，直到最后才惊觉的钱好像不值钱了。而对那些试图跨境配置资产，为子女准备海外教育，在东南亚开拓市场的企业家来说，这种变化更为致命。一边是出口利润被人民币贬值吃掉，一边是进口成本因汇差上升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夹缝求生。甚至连那些曾经坚定压住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，也开始陆续掉头撤离。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外资净流出已突破300亿美元，6月单月流出80亿美元，为2022年以来的最高值。高盛、摩根大通等全球投行纷纷下调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，市场普遍预计，中国将在未来继续推动定向贬值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贬值并非没有代价。
出口竞争力虽然在短期内提升，但同时也在透支信任。全球市场已经意识到，人民币并非真正市场化货币，央行有足够能力随时干预其价格。这种不确定性让资金望而却步。投资者害怕的从来都不是亏钱，而是规则的不透明。人民币对东盟货币的持续贬值，也引发了这些国家的警觉。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多国政府纷纷表达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的不满，甚至不排除启动贸易反制手段。出口市场虽然扩大了，但在可预见的未来，这种以贬值换订单的策略能撑多久，没有人能说得清。更为深远的影响是，这种汇率操控逻辑本身已经渗透到了政策制定的每一个细节中。央行为了让人民币看起来强势，不断释放维稳信号，用看得见的手调控市场的每一个节点。这种做法短期内有效，但长期看却会破坏货币作为价格信号的本质功能。市场失去了预判机制，企业失去了成本控制能力，投资者失去了风险评估的坐标系。当汇率成为政策工具，它就不再是市场的指针，而是政府意志的投影。这种情况下，任何基于市场逻辑的投资都无法长期成立。外资会走，本土资金也会失去耐心。资本是最聪明的动物，它永远追逐确定性。而现在，这片市场已经变得不再可预测。出口企业在这场汇率游戏中也并非最大赢家。虽然表面订单增多，但背后利润早已被人民币贬值、运输成本、生产原料涨价等多重因素吞噬。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，2025年5月，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较去年同期下滑 12%， 其中电子、机械设备类下滑最为严重。而对于内需本已低迷的中国经济来说，这种以贬值换出口的方式，实则是一场寅吃卯粮式的赌局。用明天的汇率换今天的 GDP 增幅，看似稳住局势，实则透支未来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出口增速放缓，汇率再失控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届时，不只是普通人手中的财富在缩水，更是整个国家的货币信用体系崩塌。贬值不能永远解决问题，它只是把问题掩盖，用时间换空间。而这个空间在2025年已越来越小。现在的现实是，人民币在对美元维稳掩护下，对其他货币悄然滑坡。出口数据在政策刺激下短暂反弹，实则隐藏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。投资者对未来预期持续恶化，市场信心濒临崩溃。看似平静的数字之下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这不是汇率波动，这是国家信用的悄然瓦解。这不是技术操作，这是一次体系性的危机管理实验。而其中最真实的代价，不在统计表里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手里的人民币余额里。